所以如果这辆车它卖少过10万呢，就不合理了。影片开始前，一定要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看的产品，就是来自70迈的 Omni 系列的旗舰新产品 Omni X800。这一台呢是一个4K 前后双摄行车记录器。这一次的 Omni 跟上一代一样，可以拍摄360度环绕的旋转画面，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功能，或者用你手机的70迈的 APP 来连接它，控制它旋转左右拍摄，或者直接用语音要求它帮你拍左边、拍右边。或者拍 vlog 都没有问题啊！先进的 AI Motion Detection 2.0呢，可以更加精确的跟踪。它这一次支援了 WiFi 6 5 GHz 的这个传输速度啊，下载速度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提升。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安装到这个70迈的 Omni X800，加上前后拍摄的 Dashcam， 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呢，也可以找到他们的购买链接，点进去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啦 ，Let's go！ SUV， 又是 SUV， 马来西亚的 SUV 真的是多大哦。然后这一次的这个 SUV 比较特别，因为马来西亚最泛滥的 SUV， 马来西亚最泛滥的这个 SUV 啊，在这个 segment 就是 B segment 了。B segment 真的是泛滥到非常多不同品牌的车款啊。那 C segment SUV 市场呢，也是饱和了。那么有没有一个空洞的 segment 来填补呢？就是 A segment SUV。A segment SUV 当然尺寸方面会比 B segment 小少啦。不过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台，我觉得它是真的 crossover 了。什么叫做 crossover？crossover 不是一台车长到高这样子就是 crossover， 它可能也是一个 price range 或者 segment 的 crossover， 跨过去了的，就是从 A 跟 B segment 之间的一个来自 Chery 的 Tiggo Cross。Chery Tiggo Cross，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马来西亚 Johor Bahru Merdini 的这个 Gagner Auto Sdn Bhd， 把这一台 Tiggo Cross 抢先借给我们拍摄。如果你们大家谁要买到 Chery 的车款，都可以来到 Johor Bahru 这里。没有记错的话，也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 Chery 4S 旗舰店，就在 Johor Bahru Merdini。打开你的 Waze， 打 Chery Merdini 就可以找到了 ，Google 也很容易找到。他们里面有非常专业的 SA 可以给你们这一台 Tiggo Cross 的新车消息。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一台 Tiggo Cross 或者 Tiggo 7 Pro、Tiggo 8 Pro 或者 Chery Omoda 5， 还有其他他们旗下车款的话，都可以赶紧联络他们，或者直接到这里来摸摸他们的新车，体验他们的新车，试驾他们的新车。那今天非常感谢 Gagner Auto 把这台 Tiggo Cross 借给我们，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整台车的外观还有 Interior。那么过后再为大家带来它的试驾体验。这一台 Tiggo Cross 呢，就是一个 Tiggo 家族系列啦，所以我们在它的前脸部分可以看到，它跟 Tiggo 7 Pro 还有 Tiggo 8 Pro 其实长到真的非常的像，尤其是这个头灯组啊，好像是直接把那个 Tiggo 7 Pro 的头灯拿来放过来讲。Bumper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是一台比较便宜的 Tiggo 系列车型，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Chery 他们也是有在这个 Bumper 前脸设计方面下了很多巧思哦，包括在它的中网部分可以看到一个平面的 Chery logo。其实我觉得平面的这种 Chery logo 啊，比 3D 的看起来来得更加好看啊。然后还有一个钻石格栅的中网，这个钻石一颗一颗啊是独立上色的哦，没有错的话，以我玩模型的经验啊，应该是从后面往前面装的，跟这个黑色的部分是分体式的，这一点也是很赞。再来就是我们在 bumper 方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多段式的层次感设计啊，包括上面这里有一个雾银色的饰条，下面也是有，然后再来到更下面一点呢，
呢，可以看到有这个防刮材质的这个 skirting 啊，当然它不是一个 skirting 啦，它只是一个 skirting look。在侧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DRL 啊，当然这个头灯组也是一个 reflector 的 LED 头灯组啦。整台车的车身比例啊，我觉得肯定是大过 A segment 的 SUV 啦。所以我站在旁边，你可以看到我的 size 啊，跟这辆车对比起来，如果它的价位啦，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可以控制在马币10万以下。马币10万以下的价位可以买到这台车呢？啊，有一个日系车商啊，它的那一台 A segment SUV 就完蛋了。然后我们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国产 A segment SUV 3缸 turbo 那款，我看也是完蛋了，因为那辆车的 material 啊，整个 interior 还有这个外观，我觉得比这台车相较起来是逊色很多。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轮胎呢，是一个来自 GITI GT 大象牌的轮胎，我自己用过这个轮胎，其实我觉得还 OK 的，不错。然后轮胎尺寸是215/55R18，一个18寸的 Sport Rim， 里面可以看到有红色的 Brake Caliper， 这个刹车卡钳看起来就更加运动化了，更加年轻，感觉就是很给啊。不过其实它不是那种 Performance Brake Caliper，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红色 Brake Caliper 而已。SUV 嘛 ，Crossover 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黑色的防刮材质的 Wheel Arch， 侧门下面呢也可以看到有很大面积的防刮材质。当然，如果一大片防刮材质就不好看了，它在中间又加了一个雾银色的饰条，给它看起来更加有层次感。Very good job。来到车身侧面的这个后边啊，我觉得这个就感觉有点像 Tiggo 7 Pro 这样子，比较直的一个 design 啦。美不美这个东西是各花入各眼，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突然断尾这样啊。不过如果它卖10万以下 ，everything is OK， 我觉得没有问题。当然尾灯方面真的很好看，贯穿式的尾灯，中间有这个 Cherry 字样，这 Cherry 字样哦是立体的，我以为它是把它藏在灯里面啊，其实没有，它就是凸出来立体的。尾箱盖的开启方式跟一般的 SUV hatchback 车款一样，点一下这个尾箱盖，但是它不会自动开上来，明显它没有电动尾门啊，但是液压顶杆还是有给好给满的啦，你还是一样可以用那个液压顶杆的方式把它顶上来，其实也不费力啦，因为小车嘛。尾箱空间啊，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比它的竞争对手来的大啦，因为我觉得这辆车你讲它是 A segment 也不对，因为它已经接近 B segment 了，你讲它是 B segment 又好像也不对，因为 Omoda 5是 B segment 嘛，很明显比它大多一点点，所以它应该就是一个 A、B segment 之间的一个车型啊。然后这个尾箱空间我觉得完全 approve 啊，在同级竞争对手里面肯定是够大的。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尾箱的遮罩板，可以看到里面还有给你 spare tire 啊，贴心 Cherry 这一点 good job 啊。当然没有电动尾门嘛，还是要用手动的方式把它关起来。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长什么样啊？我跟你讲啊，这辆车你一打开它的车门呢，你肯定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这台车肯定超过10万啦，不可能卖10万以下啦。这个就要看到时候啊，我猜的准不准。如果卖10万以上啦，这个 interior 啊就合理啦。我们可以看到是整颗 dashboard 都是软材质的，上面这个部分，然后还有真实的车缝线，有一个全连屏，然后这个 center console 呢，上面也有很多我很喜欢的实体按键啊。然后还有一个触控式按键，整个感觉就是这个 dashboard 非常有层次感，然后它的颜色也是做得很美，我很喜欢这个好像金属拉丝的位置啊。这个就是它的车锁匙啦，这个车锁匙其实长得也是很不错，很薄，然后平平一片这样子，其实这样子很好，放在 pocket 里面呢就不会着顶了。椅子方面啊，为什么刚刚我讲如果这辆车卖超过10万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ashboard 的 material 这些全部都很好嘛，对不对？然后前面 driver side 的椅子还是电动调节的嘞，这个价位如果控制在10万以上肯定合理，如果在10万以下就不合理了。为什么不合理？更便宜吗？不合理的点就是因为如果它卖10万以下，它就给到 over 的好。这个 interior 的 material 比起那个日系品牌 A segment 还有那个国产品牌 A segment SUV 啊，肯定是吊打他们够力，按在地上摩擦那种。Steering wheel 没有 pedal shift， 可是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ACC 啦，有 ACC 代表它有 ADAS 啦，中间有中央扶手，哇，这个中央扶手里面竟然还有冷气哦！我刚才还想讲这个中央扶手空调应该是没有了，可是其实是有的 ，surprise， 真的是要给 Cherry 一个赞，很敢堆料啊，就是把所有好的东西都丢给你。音响方面我没有看到那个 Sony 字样啦，不过一般上 Cherry 都是用 Sony 的音响，不知道为什么这台车没有看到任何 Sony 字样，会不会是没有用 Sony 音响了嘞？那这一点我不太确定，等到真正发布会的时候才来 update 给大家啦。前排乘坐体验不用讲了啦，肯定就是比刚才我讲的那两台 A segment
segment SUV 来得更加宽敞，来得更加好的质感，还有更好的乘坐体验。这个前排的椅子坐起来，这个是真的椅子啦，这个不是板凳啊。如果你坐过我讲的那2台车，你就知道了，那个是板凳，这个是椅子，不一样 level。然后我把它调一下，调整到我的舒适坐姿 ，steering wheel 是可以上下前后调整啊，没有 cut cost 啊，在这一方面 very good。这个是我的正常坐姿。现在我去坐一下后座，一个 AB segment 的 SUV 后座应该不会多理想啦，不过怎样都要 try 一下。哇，老魏还没有坐进它的后座啊，摸一下它的门板 material 啊，软材质啊，没有给你 cut cost 的。车门关起的声音。solid 这个椅背倾斜角度不能调整，只有一段啊，有些是有2段、3段式啦。坐起来 OK 啦，以这一个 segment 来讲啊，这个后座乘坐体验还真的是 OK 的。就像我讲的，它的后座椅子是椅子，它不是板凳啊。这个大腿支撑其实还算是 OK 的，只是它的这个地台是比较偏高。像我这种身高170、腿长的这种小哥呢，坐起来就有一点点镂空这边，不过已经是到很前面才镂空，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屁股跟大腿大部分的位置都有支撑到，而且是打直双腿的坐姿有少许的镂空。如果我卡亏就完全支撑得到我的大腿了啊！没有人这样子坐车的啦，坐车一般上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OK。冷气出风口是有的，但是很可惜只有一个洞，不能同时吹2边，少少的扣分。中间有一个中央扶手，翻下来呢，2个置备架，没有 charger 的 USB Type A 或者 Type C， 还有一个 Type A 的 USB 插孔在冷气出风口下面了。可是这个放扶手的位置啊，我们的手这样靠在上面，左右边门板的 armrest 跟椅子的 armrest 是对称的、平高的啊。有些车是这样，有些车是这样子的，感觉怪怪的。我觉得这个啊做到比 Honda 的好 ，Honda 的每次都是掉在下面的，我不懂为什么。这个不错，这个做到很好。讲完它的 exterior interior， 我们来看一下 engine bay 里面常有什么好料啦。Let's go！ 打开引擎盖 ，surprise 了一下，因为啊这一台车我猜啦，我估计它的价位应该不会太高，可是它有给2支液压顶杆，也就是讲我们打开 bonnet 的时候，不需要去找一支钉来把 bonnet 顶上去啦，直接这样放手，它就 automatic 打开来，当然不是电动的啦。引擎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台1500cc 4缸涡轮增压引擎，搭配的变速箱是一个6速的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双离合变速箱，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呢，它的马力输出啊是只有140匹左右的 horsepower 啊，200多一点点的 Newton meter torque，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好像这辆车应该没有力啦？但是你要知道，在马来西亚呢，我觉得这一台 Tigor Cross 的最直接竞争对手啊，我们不要讲那些大CC大马力的 B segment SUV， 我们讲的是比它更小的那些车的 horsepower， 在马来西亚有一个3缸的涡轮增压机的啦，是不到100 horsepower 啊，还有一台是一个1500cc NA 的 horsepower 也不到120，所以这一台 Tigor Cross 比起它的同级竞争对手是来的更加强而有力的。车顶置物架是真实可用的，有些车呢就给你一个 plastic 条啦，看起来麻将这样，好像 SUV 就一定要有这个车顶置物架，所以给你2条 plastic 丑八怪又不能用，这个是真实可用的啊！你可以在上面绑你的脚车啦、camping 的 tent 啦、行李箱啦，都可以安排。OK， 现在就是来到这一台 Chery Tigor Cross 的试驾体验，身边这一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Jolene。嗨，大家好，我是 Jolene。非常感谢 Chery 啊 Johor Bahru 的 Gagner Auto Sdn Bhd 把这台车借给我们，也非常感谢 Jolene 陪我们试驾这一台车。那现在我们直接把这辆车开出去马路转一转，当然只需要把这个排档杆推去 reverse， 就会出现一个360度全景环绕影像，然后我们只需要踩油，它就会自动放掉 handbrake， 看到吗？这个就是 reverse。当然，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预测你会转去哪一个位置的格子，很多车是没有的。然后，甚至这一个 segment 这一个级距呢，很多同级车款都没有360度全景环绕影像。可是这辆 Tigor Cross 给好给满，而且还是高清的，这一点 very good。我降价出来，我 feel 一下啊，这个刹车力道，停车刹车力道肯定是没有问题啦。然后其实我们会有3个 mode， 我们会有 Eco、Normal 跟 Sport mode。你现在用的是 Eco。哦，对，荧幕这边可以看到写着一个 Eco。其实 Eco 这样驾哦，在这种市区转来转去这样子驾啦，是 OK 没有问题。当然我要换 mode 的话呢，换 mode 我们来这边换，按一下就可以直接换了。
哦，实体按键呢，这个我喜欢，因为这一台车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 Center Console 有很多实体按键，包括你要换 mode 也有这个实体按键，冷气的这个温度啊、风速啊都是实体按键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是2合1，结合最近比较流行的触控式，又加上有实体按键，对啊，是 2 in 1。这一个design我喜欢。很多人买车啊，他们不想买中国车，或者他们不想买欧美车，就是原因在他们纠结这个 signal 在哪里打，左手还是右手。对我来讲是没有差别啦。可是这一辆车它的 signal 是在右边的，就跟 Toyota、Honda、Perodua 一样，算是加分点嘛。你们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然后我们又有给你大灯 auto， 然后水烧也是 auto 的方向。这个价位啦，我猜这辆车啊，是少过10万的。我也希望是少过10万啊。因为现在啊，我们在拍这个 video 的时候，我们不懂价钱的嘞。所以你 as 一个卖 Cherry 的销售员，你觉得这辆车啦，应该是多少钱的价位？你看啊，它给到你这些材质是 soft material，然后又有连屏给到你10.25寸，大灯、水上全自动。大致上应该要卖整100千的这种车，100以上，100以上。所以咯，我觉得啊，这辆车如果卖100千以上不合理，因为你看到吗？门板用 soft touch material， 然后有这个金属拉丝线条的 design， 我觉得这个很美啦。当然它不是金属，不过就很漂亮。然后 dashboard 全部大面积的都是软材质，又有2合1的触控式加这个实体按键的中控 steering wheel 的质感啊，椅子又是电动的啊，全部都很加分，你懂吗？你坐在这辆车里面，你感觉到的就是这辆车肯定是过100千的啦，以我们的 common sense 啦。而且我们还给到你6粒 airbag， 所以如果这辆车它卖少过10万就不合理了。其实这一个 Tiggo Cross 哦，有2个 variant 一个是1.5 turbo， 还有一个是 hybrid 还没有到HEV hybrid。我们接下来那个车到了过后，或者发布了过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做这个测试影片来加一下 hybrid。我自己很期待，我也希望啊，Malaysia 可以有一款早于10万马币的 hybrid 车型，新车。所以如果你们要买这个 Cherry 的任何一款新车，不管是 Tiggo Cross、Tiggo 7 Pro、Tiggo 8 Pro 还是 Omoda 5，都可以联络我们的 Jolin， 我会把他的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WhatsApp 他了解更多关于这一台车的消息啦，或者它的 spec 啊，还是什么都可以找他啦。然后这一辆车呢，很快也会在马来西亚发布。今天在拍这一部影片的时候不懂价钱，发布过后这个价钱会是惊喜还是惊吓呢？接下来一定是惊喜。接下来我们拭目以待。好像你有什么内幕消息？我不知道。要知道什么 estimate 的价钱啊，要做 loan 什么，先找他啦。资料先给他，他就会跟你讲 estimate 多少钱，你就知道多少钱了。只是大概而已大概啦，就大概知道啦，大概知道啊。刚才我讲10万以下就不合理了，这辆车不是因为它 overprice， 是它 over 便宜。就像我讲的，这个 interior 这个材质、这个坐姿、这个驾驶体验，比起同级竞争对手是远超他们的，好太多了。讲没有用，我们一定要现场来到 Gagner Auto Johor Bahru 最大的4S 旗舰店，来这里摸这台车 test drive， 可以 test drive 吗？可以 test drive 了如果他不要给你 test drive， 你们 comment 跟我讲。不过需要安排预约时间要预约。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记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把它嘟下去，要多多支持我们的小铃。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epang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